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宋丹丹参加综艺节目时大喊对不起杨紫，对着镜头道歉。宋丹丹在参加综艺节目《门探探案2》的录制时，遇到了张一山，用一杯酒给杨紫敬酒，大喊对不起。杨是紫在镜头前。宋丹丹在家庭肥皂剧《家有儿女》中饰演张一山和杨紫的母亲，这种关系从戏里一直延续到戏外。宋丹丹一直很喜欢这两个孩子，孩子们其实关系很好，尤其是多年好友张一山和杨继，今年又和张一山一起过生日了。在上一季的神探中，杨紫作为常驻嘉宾，她的父亲谢东海也曾作为飞行嘉宾来过一期。在那一集中，杨紫从民国归来后，她的父亲、她的女朋友都老了，但杨紫真的很难过，她在现场直接流下了眼泪。杨紫的哭戏太迷人，太感人了，看着屏幕外的她都哭了。这次妈妈宋丹丹和张一山又来了，如果一家人要分两波来，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大团圆。在节目《门探探2》中，宋丹丹坦言，今天杀了他的时候，没想到他那么红。在宋丹丹和杨紫合作了一个早期的有孩子的家庭后，杨紫想申请诺特尔，据传杨的父亲去征求宋丹丹的意见，但宋丹丹建议不要因为杨紫的长相而让她当演员，不显眼的。但现在杨紫已经从当时的童星摇身一变成为声名显赫的女演员，如今是《家有儿女》剧组最炙手可热的演员。事实上，宋丹丹教授从那时起就已经成功地成为了一名文学艺术家。他的初衷是有好意的，他们这一代的艺术家与今天的艺术家截然不同。那个时代的演员纯粹从事文艺演出、写生，并没有参与太多的商业活动。他们充其量是收到广告，没有微博，没有直播，所谓的流量。没有医美。这并不意味着杨紫正在整容。其实只要美业够高，除非是用刀换脸，否则会做一些医美改善容貌、影响微演员的心理活动。表情还行。王子文做过医美，但毫无疑问，她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也不影响她拍戏。然而，有些演员太贪心，没有美国商人，还有一些演员整张脸都凸出来祸他了。如今的年轻演员除了工作之外，还有赚更多钱的办法，他们的收入甚至比计划经济时代的还要高。而在盈利的同时，他也忽略了他的艺术耕作和商业水平的提升。于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鲜肉软花的荧屏现象，各种面神经麻痹、塑料脸肿、眨眼、五官扭曲、眼球突出。以前演员靠的是一步一步的作品，现在有层出不穷的影视剧来证明，人物是一步一步塑造出来的，但是真正打动人心的代表作，少则堪称经典。演员创造他们，剧中那些深入人心的人物，更是可悲。宋丹丹的意思是，杨紫要做一个好演员，而不是成名后完全沉寂的泡沫。杨紫今年30岁，30多岁的时候已经有23年的演艺经历，参演过75部以上的作品，饰演过68个以上的主角，原创配音率超过90%。她不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儿童演员，她饰演的配角是当今的大女主《家有儿女》的主角。而今天的杨紫，以她的勤奋遇到了，甚至超出了她的预期。向往的生活6，张艺兴回来没地方睡觉，陈腾开玩笑安慰。向往的生活6已热播，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虽然还是蘑菇房原班，黄磊、何贵、张艺兴、彭宜昌、张子枫构成了一家5口，但这一次赶往海边，不再繁琐的种田，正如刘昊然所说，更像是一个悠闲的假期，仿佛离日常生活有点远，离诗更近了。而通过诗来感受这种东西，还需要看到陈腾。蓝天下凉凉的海风，坐在屋顶给你弹吉他，弹什么不容易，然后用手机安静的背景音乐，身姿要帅气，眼光要深情，心意要适时，玩的气氛十足。如果不是中间突然插入大型管弦乐背景音乐，几乎相信他的鬼魂。在刚刚开播的第4档综艺节目中，观众期待的陈腾和马丽终于赶到和稳重的老朋友们一起参观的蘑菇房。陈腾和马丽都是何贵的老朋友，何贵明白陈腾比黄磊还需要早，何贵自小管陈腾叫沈大爷，而陈腾管何贵叫贵哥，这一代乱。而要加个马里的话就更乱了，因为马里刚开始的过程中得到了何贵的很多帮助，所以一直管何贵叫老师。
微相逢，近20年的相见，难得的重逢当然是庆幸。栏目组也懂得为人办事，趁着借钱送你一个烤乳猪菜。而陈腾作为齐齐哈尔城，也趁机秀了一串公益。更可悲的是，陈腾因为要减肥，所以烤乳猪基本没吃过，虽然他很爱吃。不过按照这顿饭也算看，陈腾给修减肥，基本没有什么期待。虽然没吃过烤乳猪，但碳酸饮料停不下来。先是吃了很多炒挂面后跟着，直到张艺兴和彭昱畅回来，吃了鸡蛋炒饭后跟着2个孩子，嘴里说不要吃，但木筷子的手不能忘记，嘴上说不用身体老实，对黄磊和何贵都是笑的。不得不说，和陈腾在一起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自洽的人，一直都有一种轻松的心情诉求，不必总是结束。张艺兴回来后，倒影就更显了。这个问题由于除了有工作任务，张艺兴和彭于晏也没有在蘑菇房里，直到晚上10点上下才赶回来。这么急着回来，而不是再等一天，其实是一种想和大家在一起的心情。但张艺兴刚回来就收到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他的夜宿地点被承诺给节目组，以换取钓鱼的制作工具。黄磊和何贵虽然表达了心意，因为张艺兴和彭昱畅的房子是最值钱的，可以换取更多的物品。张艺兴也表示了小组决定的重要性，不过还是能感觉到张艺兴有些尴尬。一天的终极工作了，不远万里艰辛地跑回来，饭还没吃完，结论是自己连睡觉的房间都没有了。再好脾气的人，也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情绪波动的，尤其是还没谈好，就算电话早点说个谢也行啊。这是一种被忽视的感觉，不禁想他们会不会回来给你添麻烦。陈腾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种心态，虽然他和张艺兴不知道，但用笑话的形式来体现对张艺兴的热烈欢迎。他突然问张艺兴唱机的实际效果如何，开玩笑说张艺兴就算回来了，也没必要让他闲着。这其实是我们一起的邀请，对于突然归来的张艺兴，在这热闹的气氛中分到一个舒服的部分，分寸恰到好处。彭宇兴也比张艺兴晚了1点赶回来，他在路上走了12个小时的时间。陈腾还主动给他装饭菜，张艺兴仿佛家里的老人对晚辈的关心和照顾。其实以陈腾的影响力，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做，而是他在积极的做着。不得不说，陈腾这个人真的很好相处。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